第237章天顶榜。破厄丹，3个淡黑色的字体，略微有些模糊地绘制在古朴的皮纸之上，隐隐地透着一抹古老的气息。眼眸中泛着笑意，萧炎目光缓缓地在皮纸之上扫过。当视线扫过那皮纸上面所记载的丹药功效时，脸庞上的笑意更是浓郁了几分。单列6品，具有破解大多封印之奇效，在服用其之后，还能在体内形成一种针对此种封印的抗性，日后若是再遭遇此种封印，则是能够有着许些几率将之豁免。真是不错的东西。来回的扫视了一转古朴的皮纸，萧炎忍不住的咂了咂嘴，没想到这东西不仅能够破解封印，而且竟然还能使得中了封印的人体对以前所中的封印增加一些抗性，光是这点便是没有落了他6品丹药的名头。当然不错，当年为了得到这张药方，那付出的代价可是让得我现在想起来都是心痛。眼巴巴地望着萧炎，海波东苦笑道：哼，不管什么代价，比起能让你恢复斗皇的实力，那都是显得不值一提。萧炎安慰了一声，旋即当着海波东的面毫不客气地将这张古朴的药方收进了纳戒之中。在炼药界有着一些不成文的规定，谁若是想要请炼药师出手帮忙炼制一些比较偏方的丹药，那么不仅需要自备药方，同时还必须自备材料，而且这些药方还得任由炼药师随意处置，即使是对方要将之据为己有，那也是正常的事情。在炼药界，药方的制作并非是想象中随便拿笔记录一下那般简单的事。在制作药方的时候，炼药师必须用自己的灵魂之力为墨，然后用笔做牵引，才能顺利地制作出一张合格的药方。在使用药方的时候，炼药师则需要运用灵魂之力侵入药方中，才能得到药方内隐藏的一些炼药必备的数据资料，比如所需要药材分量的多少、火候的温和程度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炼制丹药时极为需要注重的东西。没有这些资料，不管一名炼药师炼药术再如何出众，那也必须经过好些次的实验，最终才有可能炼制出药方所记载的丹药。不过在这实验的过程之中，恐怕将会损坏许多珍稀的药材，这才是极为庞大的损失。所以虽然海波东得到这张药方已有一段时间，不过却依然没有办法将之复制出来。当下瞧得萧炎的举动，嘴角忍不住地抽搐了一下，半晌后只得郁闷地摇了摇头，任由这家伙将自己辛苦得到的东西这般免费地收缴了过去。笑眯眯地收好破厄丹的药方，萧炎将目光放在桌上的大堆药材之上。这些药材都能算作是珍稀之物，其中有几样若是放在拍卖场中，甚至能够拍卖出不少于50万金币的高价。然而即使是这样，那也是有价无市，毕竟只要稍稍识货点的人都不会将这些珍稀药草拿出来拍卖，因为指不定哪天若是遇见一名需要这种药材的炼药师，那才是一桩极为满意的交易。或许是因为害怕失败，海波东所准备的这些药材大多都是凑齐了2-3份左右，满满当当地摆放在桌面之上。将众多药材细细地检查了一遍，在并未发现有所遗漏之后，萧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，抬头望着那正紧紧注视着自己的海波东，微笑道：老先生，我想你也应该知道，炼制丹药这种事都是有着失败率。炼制之前，先说句不太好听的话，炼制这6品丹药，我有着一些把握，不过却并不敢打包票，所以若是最后因为一些缘故导致炼制失败，这责任我知道，概不负责是吧？你们炼药师都是这样，难道你失败了，我还能把你强行留下来不成？闻言，海波东摆了摆手，苦笑道：哼，老先生能理解，那自然是最好，不知能否给我准备一间安静的房间，在我未出来的期间，不能让任何人打扰我，包括老先生自己。萧炎将桌上的一干药材收进纳戒之中，笑道：跟我来吧。点了点头，海波东对着一处侧门走去，萧炎紧跟其上。进入侧门，一条走廊现了出来，走廊中光线略微偏暗，跟着海波东行走了一段距离，然后停在走廊底部的一处房门之外。推开房门，淡淡的灯光照射而出，房间之内或许是由于经常打扫的缘故，看上去颇为整洁，用来作为炼药时暂时居住的地方，倒也还不错。走进房间，萧炎四顾望了望，笑着点了点头：小兄弟，
这里还行吧？海波东笑问着，瞧得萧炎点头后，这才继续道：既然如此，那便请小兄弟在此处炼制丹药吧。我会守在走廊外面，这段时间你会得到所需要的安静氛围，绝对不会有人打扰你。微笑着点了点头。萧炎望着那退出去的海波东，双手轻轻地将房门反扣上，转身望着这处房间，并没有急着立刻动手，缓缓地踱着步子将整个房间走了一个遍，任何细小的角落都会被他严格地检查一遍。好半晌之后，检查完毕的萧炎这才来到房间中央位置处的桌旁，手指弹了弹戒指，在心中轻声问道：老师，这里没问题吧？我检查过了，看来那家伙并未在这里耍什么花招。药老的声音在心中笑着响起。闻言，萧炎点了点头，笑道：既然如此，老师该您动手了。说着，萧炎手指轻抚着那戒，顿时先前的那一堆材料便是再度被堆满了桌子。就知道你会找我这把老骨头做苦力。戒指微微一颤，药老缓缓地飘荡而出，望着桌上的众多材料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嘿嘿，我倒是想自己动手，可这6品丹药，就算我如今也有着一伙，可也不可能将之炼制而出啊。萧炎摊了摊手，无辜地笑道。对于萧炎这话，药老只得翻了翻白眼，哀叹了一声，落在桌子之旁，随意地拨弄了一下上面的药材，然后手掌对着萧炎扬了扬，顿时那套在萧炎手指上的黑色古朴戒指便是落在了药老手中。将黑色戒指小心翼翼地放在手中，药老屈指一弹，一座足有桌面大小的纯黑色药鼎突兀地闪现而出。黑色的药鼎体型颇为壮硕，浑身上下隐隐缭绕着一股沉稳的气息，药鼎表面还绘制着栩栩如生的火焰图腾。药鼎缓缓地旋转间，这些火焰图腾竟然也是犹如实物一般。隐然间，萧炎甚至能够察觉到淡淡的火焰能量正在药鼎周围凝聚着。好鼎！双眼放光地望着这尊气势不凡的黑色药鼎，萧炎忍不住地赞叹了一声。自己所用的药鼎与药老这尊相比起来，无疑是极为寒碜。而且这黑色药鼎明显不只是外表华丽，从它周围自动凝聚的火焰能量来看，很显然是对炼药有着颇大的增幅。药鼎是炼药师手中最重要的东西，一尊好的药鼎能够大幅度地提升炼丹的成功率。我这尊药鼎名字倒是颇为霸气，别人称之为黑魔。当年为了得到它，我可是真的花了大代价。望着那悬浮在半空的黑色药鼎，药老颇为有些感叹地笑道：黑魔果然够霸气啊！啧啧地咂着嘴，萧炎赞叹地摇了摇头，并未太过与炼药界接触的他，自然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一名炼药师拥有着何种狂热的吸引力。与异火榜相同，在炼药界也同样是有着一副天鼎榜，顾名思义，鼎榜之中所记载的便是那些极其完美以及杰出的药鼎。鼎榜之中共有13鼎，这其中的每一尊药鼎都有着让得无数炼药师为之趋之若鹜的魔力。而在那鼎榜之中，排名第8位的天鼎便是号称黑魔。瞧得萧炎那惊叹的模样，药老也是笑了笑，不过他并未开口说明面前这黑鼎的来历，手掌微微抖动，森白色的火焰迅速缭绕上了掌心，缓缓地将手掌贴向黑鼎的一处菱形火口之处，屈指轻弹，森白火焰便是在鼎内缭绕而起。看来老师对这次的炼药也颇为重视啊，不然也不会将自己的药鼎都拿了出来。望着黑鼎内腾起的火焰，萧炎笑道：以前药老炼丹可是直接在掌心炼制，6品丹药的失败率不低，而且如今我也只是灵魂状态，实力不如以前，炼制这种丹药自然是需要药鼎的辅助。药老淡淡的道，手掌在桌面之上急速挥动着，一株株药材被他抓进手中，然后全部一咕噜地丢进了药鼎之内。手掌离开药鼎，药老脸色淡然，干枯的手掌在此时忽然犹如穿花摘叶一般急速地挥动着，而随着他指尖的弹动，黑鼎之内炽热的森白色火焰极其顺从地化为10几簇细小的火焰，将那些投注而进的药材包裹而尽。望着药老那行云流水一般的动作，萧炎满脸艳羡，
自己啥时候能达到这般举重若轻的地步？感叹了一声，萧炎安静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之上，细心地观察着药老的炼制。到了药老这种级别，他几乎是任何一点细微的步骤都能给萧炎带来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安静的密室之中，森白火焰妖娆而舞，淡淡的药香弥漫其中。